这个富二代肚子饿了，想到保姆房间催保姆快点煮饭，可透过门缝，他却看到保姆的女儿昏睡在床上。看着少女性感洁白的胴体，富二代不禁口干舌燥起来，最终偷偷进了房间。富二代万万想不到，踏进这扇门，自己的人生竟一步步走向深渊地狱。程秀兰是煤老板钱富贵家的保姆，3年来，她主要负责照顾钱家的公子哥钱小勇，女儿晶晶每周末都会来钱家陪她。可程秀兰万万没想到，意外却在这天发生了。这天，程秀兰买菜回来，喊女儿迟迟不见人影，她便想到女儿房间找，可却听到了奇怪的声音，担心是家里进了贼，她拿起一根球杆准备自卫，可背后却突然窜出一个人影，把程秀兰吓了一跳，竟是钱小勇。可此时他却衣衫不整，含糊其辞，像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突然房间里传出了晶晶的惊叫声，程秀兰急忙推门进去，却看见女儿一丝不挂，嚎啕大哭。程秀兰见状马上意识到了什么，而钱小勇则开始慌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把晶晶怎么了？程嫂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求求你千万别告诉我爸妈好不好？程秀兰闻言瞬间崩溃愤怒，一巴掌就扇到了钱小勇的脸上。钱小勇当即下跪求饶，表示自己一时糊涂，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希望程秀兰能原谅自己。可程秀兰心里清楚，钱小勇将女儿的一辈子给毁了，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让钱小勇娶晶晶。程秀兰顿时心生一计，她威胁钱小勇要把他强暴晶晶的事告诉他父母，还要报警让警方来抓他。钱小勇闻言顿时吓傻了，他再次求饶，再三保证自己以后一定会娶晶晶。程秀兰这才作罢。可他进屋后却发现惊人的一幕，晶晶竟割腕自杀了。程秀兰一边喊着晶晶，一边催促钱小勇叫救护车。好在抢救及时，晶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情绪却很不稳定。钱小勇闻言顿时吓得惊慌失措，他知道要是晶晶真出了什么事，自己也难逃法律的制裁。程秀兰见状则再次让钱小勇保证以后要娶晶晶，并要求等晶晶醒来后，钱小勇要当面向晶晶表白。此时的钱小勇是慌乱不已，只有不断的点头配合。殊不知这一切都在程秀兰的预料之中。再次见到钱小勇时，晶晶瞬间又情绪失控，但在钱小勇的百般道歉以及真诚告白下，还是慢慢稳定了下来。程秀兰见状则趁热打铁，进一步撮合两人。晶晶最终接受了钱小勇的表白，二人也很快成了情侣，成天一起打游戏打情骂俏。程秀兰见状心里顿时乐开了花，想着等晶晶嫁给富二代钱小勇，母女俩以后的日子就不用愁了。而她的第一步就盯上了钱小勇的生活费。钱小勇和他父亲钱富贵一样，都有花钱如流水的坏毛病。花完生活费的钱小勇向程秀兰开口要钱，可程秀兰却私自替钱小勇管着生活费，给他的钱都是精打细算的。你凭什么管我钱呢？哎，你将来是要娶晶晶的，我也算你半个家长了，我不管你谁管？钱小勇闻言顿时满腔怒火地走了。程秀兰这哪是钱小勇的保姆，简直比钱小勇的亲妈还只手遮天。过了一阵后，钱小勇又向程秀兰要生活费，可程秀兰的如意算盘是越打越精明。他让钱小勇自己向父母要钱去，因为钱都被他用来给自己和晶晶买新衣服了。钱小勇闻言就要崩溃，可最终还是无可奈何。这天，钱小勇的父母突然回来，见到钱小勇就是一顿臭骂。程秀兰连忙向钱小勇摇头使眼色，不明就里的钱小勇顿时慌了手脚，担心是自己和晶晶的关系暴露了。但结果钱小勇的母亲只是责怪他考试没考好。钱小勇瞬间长舒了一口气，认为父母是在小题大做。可下一秒，父亲钱富贵一巴掌就扇了过来，认为钱小勇把高考当儿戏。钱富贵接着质问钱小勇，最近为什么总是向他要零花钱，钱都花哪儿去了？担心事情败露，程秀兰竟第一时间抢过话茬，谎称钱小勇报了不少补习班，学习也挺用功的，只是因为考试前2天病倒了，这才导致成绩没考好。钱小勇的母亲顿时心疼起来，责怪钱富贵对儿子下手太重，也对自己没能回来照顾钱小勇深感自责。恨铁不成钢的钱富贵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他给了程秀兰一沓钱，让程秀兰给准备高考的钱小勇买些补品吃。钱小勇的母亲又催促钱富贵多给儿子一些零花钱，程秀兰闻言则暗暗窃喜，因为这些钱最终还是到了他的口袋。
可让程秀兰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天晶晶在晚餐时突然大吐不止。警觉的程秀兰马上意识到了什么，第一时间带晶晶去医院检查。而果不其然，还在读高2的晶晶怀孕了。钱小勇赶忙表示自己有1万块压岁钱，让程秀兰用这笔钱给晶晶打胎。可程秀兰却以流产对女人身体伤害很大为由，一口拒绝了钱小勇的提议。钱小勇则强调自己和晶晶都要上学，没有时间照顾孩子。可程秀兰拿出了杀手锏，警告说要把这件事告诉钱小勇的父母。钱小勇情急之下，竟拿起身旁的水果刀，准备以割腕自杀的方式还击。目睹这一幕的晶晶急忙制止了这一幕，随即就躲进洗手间里大哭不止。钱小勇连忙上前安慰晶晶，承诺等大学一毕业就跟晶晶结婚。可晶晶却担心在这期间，钱小勇会移情别恋，以防万一，晶晶按母亲的建议，让钱小勇写了一份非他不娶的保证书，并把保证书交给了程秀兰保管。程秀兰这才放下心来，让女儿打掉了孩子。为了套住钱小勇，程秀兰显然是步步为营，处心积虑。而接下来她很快又面临一个问题，由于钱小勇马上高中毕业，要去外面读大学，到时候自己肯定会被钱家辞退。程秀兰经过一番谋划后，直接找钱小勇摊牌，让钱小勇把他和晶晶的关系告诉父母。钱小勇闻言第一时间拒绝，他还想趁着读大学的机会甩掉程秀兰母女。不料程秀兰亮出了底牌，他又以曝光钱小勇对晶晶做的丑事，外加之前写的保证书做要挟。钱小勇闻言只能妥协，程秀兰则进一步提出自己早已想好的计划，等钱小勇上大学后，让父母同意他在校外租房，这样母女俩就能跟着住进去，那3个人就又绑在一起了。而没过多久，钱小勇的母亲果然如程秀兰预料的那样，拿了一笔辛苦费辞退了程秀兰。钱小勇的母亲此时还不知道，自己的儿子已经成了保姆的提款机。钱小勇就算上了大学，也逃不过程秀兰的手掌心。而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年，可程秀兰却发现钱小勇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，这让程秀兰警觉了起来。他提醒晶晶要多花些心思在钱小勇身上，可晶晶却对钱小勇很放心。程秀兰见状，决定自己行动起来。而通过跟踪钱小勇，他果然发现了不对劲，钱小勇在外面竟有了别的女朋友。程秀兰急忙上前警告女人离钱小勇远点，自己的女儿晶晶才是正牌女友。女子闻言顿时气急败坏地走了。晶晶得知情况后是痛哭流涕，程秀兰让钱小勇给个说法，没想到钱小勇直接提出要和晶晶分手，还表示自己当初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。程秀兰顿时暴跳如雷，她威胁说要把一切都告诉钱小勇的父母，告诉他的老师和同学，这无疑是又按住了钱小勇的软肋。程秀兰当即和钱小勇约法3章，每天晚上必须回家，零花钱也必须交给程秀兰保管。而为了完全留住钱小勇，程秀兰竟又教唆女儿给对方生个孩子。听女儿说钱小勇每一次云雨都很谨慎时，程秀兰也是从容不迫，显然也想好了对策。可让她没想到的是，悲剧也由此拉开了序幕。不久后，晶晶竟真的又怀上了，这让一向谨慎的钱小勇起了疑心，他逼迫晶晶必须打掉孩子。可一旁的程秀兰却表示，晶晶已经受过1次流产的罪了，不可能再让她承受第2次，而且程秀兰也愿意帮忙带孩子。钱小勇无奈，最终只能妥协。10个月后，还在读高3的晶晶当上了未婚妈妈，一切似乎都在程秀兰的掌控之中。可问题很快也出现了，孩子的奶粉钱是一大笔开销，钱小勇的生活费根本不够用，4个人的生活很快就揭不开锅了。钱小勇打电话给父亲要钱，可父亲一开口却说自己忙，这让钱小勇觉得父亲从来不关心他。没能要到钱的钱小勇一气之下挂了电话。钱小勇几次希望程秀兰能找份工作贴补家用，却都被摆出婆婆姿态的程秀兰给拒绝了。但让程秀兰意想不到的是，自己和女儿的谈话竟被躲在门外的钱小勇偷听到了，而一个可怕的真相就此浮出了水面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程秀兰设的局，最开始就是她让晶晶穿上性感短裙，还给晶晶的果汁里下了安眠药。等晶晶睡着后，她更是把晶晶拖得一丝不挂，还特意留了条门缝。路过的钱小勇看到后一时难以自控，这才和晶晶发生了关系。为了套住钱小勇，程秀兰竟然连自己的女儿都算计上了。得知真相的钱小勇立马开门进来，他没有拆穿程秀兰，而是告诉母女俩他再也不回来了。但程秀兰可不会将豪门梦拱手让人，毫无内疚感的她还变本加厉，直接蹲守在钱小勇的大学外逮对方。
发现钱小勇和2个同学走在一起，他马上大喊钱小勇没良心，不要老婆和孩子。钱小勇闻言顿时大惊失色，他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只能跟着程秀兰回去。但这也让钱小勇对这对母女彻底失去了耐心和理智。钱小勇一进门，程秀兰就要求钱小勇把事情告诉父母，让2人尽快结婚。但憋着一肚子气的钱小勇却决定摊牌了，他把自己知道真相的事全都说了出来。程秀兰见事情瞒不下去了，只好承认一切都是他一手操纵的，而他手上还有一张王牌，那就是钱小勇和晶晶出生不久的儿子，认为钱小勇的父母肯定会认这个孙子的。不仅如此，程秀兰还继续咄咄逼人，警告钱小勇如果不娶晶晶，他就到学校把钱小勇的事全都说出去，甚至要告诉全世界所有人。歇斯底里的程秀兰万万料不到，3番5次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钱小勇此时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。愤怒中，他拿起了身旁的水果刀，毫不犹豫地往程秀兰捅去。程秀兰为了攀上豪门，可谓是机关算尽，可没想到最终却害死了自己，更是让钱小勇和晶晶从此背上了抹不掉的沉重包袱。故事中，程秀兰的无耻和钱小勇的无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但钱小勇并非无路可走，如果一开始他就向律师寻求帮助，知道真相后懂得积极取证，保护自己的权益，那很可能就能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